赛。没错，整个的比赛当中可能会出现套圈的情况。3圈多，因为我们东方马过程当中全程的来关注这个自己马匹的一个状况，我觉得看得出今天所有的马都很兴奋，你发现没有？出赛的欲望都很强烈，都很难控制啊！这个待会儿相信会是一场恶斗。2号马是怎么回事？这个回不去，回不去了，工作人员再把它往后面拉。那这场比赛，我们武汉东道主是分别有武汉赛马俱乐部的牧场王以及东方神马代表队的汇海精英2匹马出赛。2号马是沙漠舞者，这匹马呢，倒更像是他在亮马的时候的参加盛装舞步的这样的马匹，对，姿态就非常的特别。好，现在已经，好像这边9号马又不在起跑线的里面了。对，所有马匹必须到起跑线里边，再来完成这个一个开跑的这个过程。好，工作人员，我们的拉马人员再把它往起跑线后拉。记住了，我们的5000米呢是3圈多，马上要开始了。好的，我们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我们的旗帜已经扬起，已经开跑了。现在5000米的比赛，其实出发的时候并不是特别的重要，但是我觉得纯血马的天性是没有办法慢下来的，它一旦是开始了比赛，很快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考验他们的耐力。对，关键要看骑师的控制了。好，现在目前暂时领先的是2号马，也就是刚才一直非常闹腾的沙漠舞者。10号马俊逸之星现在也是速度非常的快，在第3位的暂时是9号马牧场王，是我们武汉赛马俱乐部代表队的马匹。对，这3匹马应该是形成了第一集团，但是呢，每匹马之间呢还是有一定的距离。领先的依然是2号的沙漠舞者。今天我觉得骑师和马匹的状态都非常不错，在历年的5000米比赛当中都会有中途退出的马匹，不知道今天会不会不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在前半程呢，应该说沙漠舞者呢采取的是一马当先的战术，一直在领跑，而且呢拉开了一个很大的优势。但是呢，我们知道3圈多，现在还不到1圈，这个优势能否保持，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只有到2圈过后，这样的情况呢才会比较清晰一些。实际上，我感觉2号沙漠舞者并不是他骑师想让他跑成这样的，我感觉这匹马在亮马的时候就表现出一种一定要往前奔跑的状态。现在10号俊逸之星在加速的追赶，2匹马的距离在不断的迫近，而后面大集团的马匹也开始在发力。其实现在才刚刚接近1圈的这个点，那么所有的马匹发现现在2号沙漠舞者的速度已经很明显的在慢了。对，我觉得很快他会淹没到这个马群当中。对，这样说好像对于这个沙漠舞者不是非常的公平哈，因为这种情况确实很可能会发生。对，好，现在是在第2圈了，已经是过了第2圈第2个弯道了。第2圈的第2个弯道，沙漠舞者依然领先，但是感觉到有一点示弱了，力量不是那么的快了。但是后面的马匹同样在消耗这样的体力，所以实际上他们是在一个平等的一个起跑点上。我发现6号马大唐光芒这匹马呢，虽然已经迫近了2号沙漠舞者，但他没有采取马上超越的这种态势。好，现在已经开始超越了。刚刚话一落，他就已经超过了沙漠舞者。对。目前领先的是11号金钱豹，金钱豹希望能够抢到一个内栏，明显的他是在跟大唐光芒抢内栏。对，他因为一旦在外栏的话，消耗的体能会更多，跑动的距离会更长。那么在第2圈的这个中间，应该说赛程就差不多要过半了。那所以呢，现在各种战术我觉得不要再保留了，应该发挥出来了。好，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领先的是金钱豹。现在是第2圈的最后一个弯道，第2圈最后一个弯道了。应该是14号红山茶。我们待会来看看这个最后的场上的一个情况。这个5号马已经是非常的快了哈，5号马。
应该是14号的红山茶，暂时现在领先，对14号的红山茶。还有最后的一圈，现在领先的14号红山茶，5号库布齐是排在第2的位置，13号汇海精英现在也开始在追赶了。对，已经上升到了第3的位置。汇海精英实际上它一直在3、4的位置，不管你前面领先的是几号嘛，它一直压在3、4的这个位置。我觉得对于这个13号来说，他应该在最后冲刺的阶段想会有一番作为的。我觉得前面他一直在非常的期待。对，阿力泰在前面的比赛当中一直在流力，并没有让这个汇海精英把自己的全部能力爆发出来。而这个时候，我们看汇海精英开始发力。在最后一圈过半的时候，汇海精英才开始超越现在领先的位置。汇海精英的速度非常的快，越来越快，已经在接近第3个弯道了。这是我们最后一圈的第3个弯道。那如果说汇海精英能够将这个优势拉得更大的话，5号库布齐还有后力，5号库布齐还有后力。现在实际上后面的马匹他们还有自己的战术没有发挥出来。对，5号库布齐这个时候才开始发力，追赶的速度非常的快啊。好的，那么汇海精英和库布齐虽然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呢，并非完全没有悬念啊。我们来看一看转过弯道直到冲刺的情况。代表东方神马出赛的汇海精英现在是在最后一个弯道就要冲向终点了。阿力泰刚才是回头看了一下后面马匹的情况。好的，马上400米，马上是400米了，终点就在眼前。加油！我觉得这场比赛的悬念应该不是很大了。对，就像我们说的，到第2圈过半之后就要冲刺了，形势就会开始明朗。阿力泰真的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骑师，全运会冠军骑师，他的坐骑汇海精英哇，冲刺了，在最后的时刻没有悬念的夺得了这场5000米比赛的冠军。让我们向他表示祝贺，太精彩了！这场比赛太精彩了。阿力泰在，我注意到13号一直压在3、4的这个位置啊，不管你前面是几号马在领先，但是他一直是占据3、4的位置，这说明他是绝对要有一番作为的。今天战术的运用相当的成功，我觉得要提前的祝贺我们的阿力泰，并且他代表我们东方神马带俱乐部出赛，哎呀，让人十分的激动。在今天的最后一项当中是获得1块金牌。对，马主郭靖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马主，今天终于有所斩获。来看一下，汇海系的马匹确实是非常的优秀，特别是在中长距离的比赛当中，这些马匹的能力会更强。它汇海精英最后的冲刺，应该说和这个前面的比赛相比呢，它的整个体能保持得非常好，所以冲刺的时候整个动作相当的流畅，很自然。阿力泰对于这种考耐力的比赛，他果然是要比其他的骑师技高一截的啊。对，为什么在过去东方马城阿力泰也来过几次，比赛当中的成绩并不是特别突出呢？因为他参加的都是中短途的比赛，没有办法，不是他的长处，发挥他的优势。所以在今天5000米的比赛当中，阿力泰确实给人眼前一亮。我觉得阿力泰是不是因为昨天听到我们海精英汇海系的骑师再一次用实力、用成绩向我们证明了汇海系马匹的一个素质？非常漂亮的一场比赛。我觉得5000米的比赛没有想象中那么的漫长，感觉因为他们竞争的很激烈哈，让我们觉得这个比赛的这种就似乎是也非常快就结束了，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而且整个比赛的进程也是一波三折，对，并且中途没有一匹马退赛，变化非常的丰富，但让大家无法判断，在整个赛程当中无法判断到底哪匹马能够最终获胜。是的。就像我们在前面介绍的，5000米的比赛，只有在2圈半过后的时候，形势才会稍微明朗一些。对，但是今天的战术的运用呢，是相当的成功，一直是压在一个3、4的位置哈，并且让别的对手觉得自己好像不是那么的有野心，但是他最后冲刺的阶段突然一下发力，第3圈的时候，而这种战术是最省力，没错，同时呢也是最有机会在冲刺阶段获胜的。没错，我觉得这场胜利对于阿力泰来说，你看他的表情也是非常的轻松。我们今天的这个东道主东方神马代表队哈，在最后的一场比赛拿下了一块分量最重的金牌。好，骑师已经下马。
汇海精英马上要进行的是今天这场比赛的拉头马的仪式。现在正等待着我们的骑师和马匹返回到我们的谢安区。在刚才的前面的比赛当中，汇海系的汇海大帅是差一点点拿到头马，对，差一点，前面差一点点1800米的比赛很遗憾获得亚军。是的，但是已经看到了汇海系的马匹在中长距离的比赛当中，对这种优势技高一筹。我觉得他们在训练马匹进行中长距离比赛，的确是有一套自己独特的训练方法。汇海精英，其实阿力泰也真的非常的具有明星风范哈，他是新疆族人，他的名字在哈萨克语当中呢，就是代表着金子一样的这个意思，是在速度赛马圈内有名的金牌骑师。好，现在是我们的冠军马匹正在返回到这个谢安区，非常的不容易。其实阿力泰今年已经36岁了。体能上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问题哈。中长距离的比赛可能对于骑师来说，经验会更加的重要。经验跟这个技巧更加的重要。驾驭马匹的熟练程度可以看得出，我们今天汇海精英的体能消耗也是很大，他身上都是汗，覆盖都是汗。这样长距离的比赛，所有的马匹体能消耗都会非常大，只要完成比赛的马匹。没错，我觉得也特别替我们的马主郭靖感到高兴啊。终于是在最后的关头有了一个收获。那今天的应该说马城云集了国内非常多知名的马主、知名的大马主。好的，那么在现在我们要关注的是前场拉头马的一个仪式。